大家好，我是凯夫。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的是肯沁的拍。这个之前不是开过了吗？没错，之前确实是开过了。因为这一次他们换了一个包装，所以说我们就来开一下它的这个新包装，然后也顺便跟各位正式宣布我们已经成为这个肯沁 Vitrix 外骨骼的代理商，而且呢，在9月15号拍跟拍 Plus 的 NCC 的检验也通过了。所以目前在台湾就是一个完全可以正常贩售的一个状况。想要来试看看的话，我们店里面也有拍跟拍 Plus 可以做体验。好，那我们就开始讲吧。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拍开始看吧。他也搞这个手提箱了。产品做得好，包装做得好，这个对消费者来说都是好事嘛。好，我们来打开来看一下吧。给了你一个这个外面是帆布的感觉，有点像硬壳包的一个手提箱，然后打开以后，就是这样子。我把它放正一点，就是这样子，收纳的比较好看。之前打开里面就有的合格证书，这个是一样的，然后说明书我们检查了一下，也是一样的，跟之前开箱都没有改变，并且呢，它附了这个硬壳箱。然后还是给了这个绒布袋，就是看你自己的需求啦。所有的东西是塞得进去的，确实体积会比较小，看你觉得哪个方便。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你不在乎体积大小，你想要它更好的保护，那你可以把这个机器全部都塞在里面。然后这是拍嘛，所以说电池这边就是一颗电池，它是插在这边，然后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凹槽，就是拍 Plus 的话，这边也会放一颗电池。然后它的充电座充电座是放在这边的一个充电座，这个是它的豆腐头它有附这个豆腐头65瓦氮化镓的充电器，然后 Type C 的线也一样总之它附的东西基本上是没有太大差异的，就只是包装方式改变了然后呢，有个可以特别讲一下的，就是因为之前的那个紫色，我个人其实没有很喜欢，所以我们就定制了一个黑色。所以说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全黑的。这个面板的部分跟之前是一样这个面板的部分是一个金属的深灰色也是蛮好看的一个金属深灰色。然后我们定制的地方就是它的腰片它的腰片这边有一个灰色风格状六角形渐层的一个腰片。我个人觉得这个风格比较符合这台机器整个穿起来感觉就比较没那么花俏，比较低调一点。这个是我们定制的一个颜色然后如果你把它装起来的话，就会是左边右边的腰片，因为这是拍，所以这边就没有电池槽，然后电池槽是在左边的腰片这边。电池我也把它装上去好了，电池把它磁吸式的很轻松的装上去然后右边，然后再把膜给撕掉。小心行走刚刚不小心按到开机了。好，就是这样子。这个质感比起我们之前收到的这个样品，是不是又好了很多？再搭配上我这个穿着，有没有？感觉像机器战警。稍微低调一点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风格。好，然后除了这些东西之外，还有什么嘞？就是之前开箱的时候，其实有一个东西，我那时候觉得不重要，所以没有特别讲。但是其实这1-2周一直有一些客人来看这个外骨骼，然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个东西其实真的蛮重要的也就是这个算是肩带肩带。那这个肩带呢就是说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安装如果你把它安装在这个机器上面的话，等于说我这边刚好有一台有装的，我直接拿有装的给各位看等于说如果你没装那个肩带的话，那它这个外骨骼就是完全固定在你的腰上面那但是确实我们这几天有一些客户可能肚子比较大巴肚较大，单纯如果靠这个腰带的话，可能绑不是很紧容易松脱所以说呢，其实它是可以安装这个肩带的一个 X 型的肩带前面它机器的这边本来就有附了一个安装的一个孔位在前面2边，然后后面也有后面2边有了这个肩带以后呢，比如说我现在把它穿起来这边呢是这样子套上去然后
肩带有没有？它就可以帮你撑住。好，我现在后面还没扣。哦，如果我后面把它扣起来的话，好，这样子我就是把它扣起来。哦，那它就可以用这个肩带来稍微把它支撑住。哦，一方面也是稍微稳定一下这个机器啦。因为今天刚好有一位大哥来测试，确实也是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就是原厂可能是贴心，所以他把这个肩带用的是一个弹性的。哦，所以它是有弹性的啊，但是有弹性呢，当然某种程度上是不错，可能会比较舒服吧。哦，但是也因为它有弹性，所以说有时候这个机器太下垂的话，你在走路的过程中，它还是会往下掉。我们现在正在跟原厂啊，在找这个做肩带的供应商，请他打几个样哦，让这个肩带是没有弹性的，是固定式的。那只要这个长度调好，基本上它就不会啊这样子去做这个下垂的动作。哦，所以可以看自己的需求啊，去选择要不要安装这个肩带。哦，那装了的话，当然哦，使用上就会更稳一点。好，然后其他东西的话，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差别了。好，内容物的话，上次其实已经解说的蛮详细的。好，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个 Pi Plus。好 ，Pi Plus 只是给各位看一下，这样子打开来。啊，确实这个高级感是有出来。一样说明书、合格卡，然后还有一个布套，主要这个差别就在于，电池有2颗，Pi Plus 附了2颗电池，然后在腰片的部分呢，一样，这是我们定制的这个颜色，定制的这个颜色，腰片的颜色，然后有2个电池槽，左右都有电池槽。就只插在这边Pi Plus 不只是说它的这个电池一次可以装2颗，续航力是2倍以外，它的这个马达的出力也比较大一点。哦，但是像忘记今天还是昨天吧，有一个客人问说，那如果他需要这个比较强的力道的话，他是选这个 Pi 还是选 Pi Plus？ 但是呢，因为这个客人是一个长辈啊，可能是一个阿伯。哦，这个阿北的话，他本身就是有一点脚抬不起来的状况，所以他觉得说，好像 Pi Plus 能够更大力。我说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Pi Plus 它给你的这个更强的马力是，当你要在做很剧烈的运动的时候，比如说很快步的登山，或者是跑步跑得很快，那 Pi Plus 这个多出来的马达的马力才会发挥。那如果你本来的走路就比较小。好，然后步伐也比较慢的话，其实你坦白说，连拍的这个马达的力量都没有发挥到20%，所以你用Pi Plus，它一样不会超越。哦，所以说，如果你本身的这个动作幅度本来就比较小，不会去做这种太剧烈的运动，或者是说一次要走个超过15000步、18000步，没有要走这么长续航的一个路程的话。那其实Pi就够了哦，它Pi跟Pi Plus 的这个马力大小是你在快要超越它极限的时候，你才感觉得出2个的一个力量的一个大小。好，那这边开箱就比较简单，就是这样子，给各位现一下它的这个新包装。好，然后接下来的重点就是我们去测试一下Pi Plus。OK。好，然后我们这一次呢，终于不爬象山了，因为象山爬了2、3次，觉得有点腻啊，所以我们这次来到了阳明山的这个擎天岗，然后我们来试着走一下，绕它一圈，看一下穿着这个外骨骼去绕这样子一圈感觉怎么样？好，我们今天穿的是 Pi Plus， 好，那我们就走吧。目前的电量是剩余电量198%。我们就先用助力8，助力8应该算是还蛮强的，有点太强了。等一下如果要爬坡的时候，我们再把它调大吧。我们现在先调弱一点。现在先用4，我觉得就很足够了。等一下可能要到一个比较多上坡的地方，我们再切换动力强一点，或者是切换到所谓的这个登山模式，来测试一下。这样子擎天岗大的一个步道走一圈会花多少电量，然后实际体验的感受是如何？看一下 APP， 打开上面显示的这个就是L 跟 R 电池2颗电池都是100%。
然后它这边会我已经走了245步了，就是这一次开机以后已经走了245步，然后下面有一个助力大小、开机时间这些东西。我真的会被这个360气死！刚刚录了半小时，边走边讲，结果一看画面，宕机，然后之前录的画面全部都没有了，影片就消失。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一半了，还是蛮有帮助的啦。刚刚其实讲了很多，主要是在讲说，上坡的帮助感觉是很明显的，但是对于一个如果你的腿部肌肉还是有力的来说，那么我觉得它在下坡的这个阻力模式，甚至会比上坡更有帮助。这边又是一段比较长的上坡，而且不是阶梯，就是一个石板路，然后上坡，然后目前是在标准。助力是8，感觉还是非常有用的，很不错。这个步伐可以迈得很大。我们来试试看，把它的这个助力调到最强，看会怎么样。15，感觉可以走超快，但是不是说用了外骨骼就不会累，不是说这样的，大概能够帮你节省20%到30%的体力，但是70%、80%还是要靠你自己的，所以不是说带了外骨骼以后就都不用出力。这个是不存在的，至少不是消费级外骨骼设计出来的目的。它只是辅助运动，你自己还是要出力的，还是会喘的，但是就是更轻松一点。我们来到1号碉堡，上去看一下吧，上去看一下。我们刚刚的出发点就在那边，其实也是从这边开始录制，从这边沿着这个围栏一直走，然后走到上面，最上面有一个碉堡，然后停了一下，然后又从那个碉堡往下走，沿着这边走到这里，那我们现在在碉堡这边再走回去的话，应该路途就不远了，再从这边。估计再从这边走回去就是了。来看一下我们走了几步，这就妙了。我们走了将近30分钟，快1小时，电量还有97%。没错，如果不是它的电量显示错误的话，我的右电池甚至还是100%，左电池97%。不要开玩笑了，我走了半小时，才花4%，现在变96了。我们再观察一下吧，因为这个续航力有点超出想象。目前开机已经走了3172步，走了40分钟。嘿，看来离我们的终点。就是我们的起点啦，走回起点只差600公尺了。然后如果走到丰贵口的话，还要6公里，这感觉是比较艰难的一段。我们下次也可以来挑战这一段。不过我们这一次就先走回去吧。然后我们刚刚走了我们是从这边游客服务站这边就是绕这一圈，我们是绕了这一圈。下次我们可以来挑战一下，从这边。往丰贵口这边走，或许下次也可以挑战从这边出发，然后我们走到这边右转，走这个冷情步道，
好，到这边走到冷水坑这一段，感觉就真的比较累了。这边又来到一个下坡了，我们一样把它调成阻力模式、健身模式，暂停，上速已暂停， 2个长按，健身，开始， 6，阻力调到6，好。舒服，这样下坡确实是很舒服。我们来看一下他在做这个大动作的时候，目前的电机瓦数是多少？在上坡，然后步伐比较大，电机瓦数输出在100左右。哇，快要回到起点啦！刚刚就是从这边出发的，一圈，算是一个难易度非常低的一圈。目前这个电量，天哪！右边的电池才掉2%，左边的电池掉6%。我们已经走了3687步，689，走了50分钟，基本上没有停过。那如果这个电池这样子算起来的话，真的续航力有点夸张。这个 Pi Plus 的续航力，反正我们擎天岗已经快要结束了嘛，用不到10%，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个续航力。所以我觉得拿它来爬一些只要是台北市的山，应该都是够的。不过啊，这一次走了以后，我发现有一个缺点，就是这个擎天岗的这个步道，有时候上坡下坡蛮频繁的，就是可能上坡20公尺，下坡5公尺。那因为它没有自动侦测感应，所以你的手就必须要在那边暂停，然后切换到健身模式，然后再开启，然后或者是暂停，再进入到标准模式，然后再开启。我甚至这一趟都没有用到登山模式，因为我觉得不需要。但是我是觉得，希望它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去做一个 OTA 线上更新，让它跟 Hypershield 一样，可以进入一个自动切换模式，判断我在下坡或下楼梯的时候，自动帮我切换到健身模式，或者是它要叫做下坡阻力模式也可以。好，然后平路就是平路，然后切成标准，然后当判断我在上坡或爬楼梯的时候，再帮我切换到登山。就这样的话，我就不用一直按了，因为目前它的设定就是模式的切换都要手动。那手动的话，或许对于一直是在登山一直在上山，或者是一直在下山的这个场景，那很合适。但是像我们今天上坡下坡频繁的切换，这个手啊，在一边动的都很忙，一下上坡一下下坡，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自适应的模式还是蛮重要的。那如果是担心说，如果自适应判断不准造成的一些危险的话，我倒觉得那把这个自适应动作判断做成一个 optional， 做成一个选项。那觉得它可以用的，那自然可以用。你看我这样走一走，突然间又来到了一个无障碍引道。那这时候如果要合理的给助力的话，应该是要调成健身模式。但是因为我现在实在是懒得调了，我现在就是用这个标准模式。OK， 那我们接下来就下山啦。我觉得这一次测试还是蛮成功的，就是这个 Pi Plus 的续航力以及它给我的动力是很满意。好，最后来拍个结尾吧。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回到了这个游客中心这边然后看一下我们的手机 APP。右边电池只花了7%，左边电池花了9%。
啊，所以说目前加起来的话，基本上连10% 都没有花到。然后走了4200步，总共走了51分钟。OK， 就这样子。